张平，这楚启儿的花店不对啊！怎么一眨眼人就死了？是啊，这死状还这么诡异，难道是被恶鬼摄了魂？哎，刑部的人来了！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刑部办案，封锁现场。白鹤在。现场发现了疑犯吗？大人，还没。不过，在场宾客说，楚小姐死的蹊跷，像突然被恶鬼摄了魂，定了身。恶鬼定身摄魂，纯属无稽之谈。死因是什么？这中毒，瞳孔放大，指甲发乌，是中毒的现象。什么都这么诡异，竟能瞬间致死，还让死者皮肤硬化皲裂。还有别的发现吗？虽说你对勘验有些天分，但毕竟还差些火候。看到这个烟气了吗？既然表演使的是烟术，凶手可以在烟里下毒。现场表演的时候确实烟雾缭绕，但如果烟里真有毒，不可能只有楚启儿死了，其他人却没事。问一问便知。魏先生，请问，刚刚楚启儿表演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到不适？小的刚才喂酒流，没察觉什么。小的只是来送坛酒，就退下了。那就问问在场的其他人。我刚刚问清楚了，此案棘手，他也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动静。我们得谨慎行事。他还说，恐怕留下了能指向自己的证物。尽快处理。是，是否先告知王大人那边一声？这次不能再拖累他。来，都退让一下。张平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肯定又要坏事。你们是一起来的吗？我去轰他走。后台有看到可疑的人吗？我先拖住他，你尽快去处理那件事，一定要避人耳目。是。看完表演，我有些头疼，我头晕脑胀的，还有些心悸。有其他可疑之处吗？楚启儿跳舞的时候，着实诡异的很。是啊，我看到四周的景象就像是在流动一样。这烟块里果然有蹊跷。白鹤，去查一下这烟块的来历。是，三位小姐，请随我走吧。听起来更像烟雾里加了致幻药，但致幻药并不致死。都没开始查你就知道？我还没有定论。你这叫没下定论，抬杠。莫文，佩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
我本是来凑凑韦先生封笔的热闹，不成想遇到这种事儿。哦，张平也在啊。这不是上次在半月楼让这小子给搅和了吗？我就干脆给他叫来，看他是否真的有本事。如果我赢了，他就老老实实入我麾下，也别进什么大理寺了，名号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黑雕。那若是他赢了呢？难不成你也要入他麾下？这小子口气还挺大的，说他面摊少一个烧水和面的，反正我不是卖面的命。正好佩芝，你来做个见证，免得这小子都输了耍赖。若真是要比试的话，也行不人多势众，张平只身一人，你若是赢了，怕也是胜之不武。不如我加入张平一伙。此主意甚好。我可以自己查。你小子别不知好歹，今夜现场不是名门闺秀，就是达官显贵，你一介布衣，查得动吗？就让佩芝帮你吧，免得我赢了你不服。白鹤，烟的出处查清了没？大人，蓝大人，问清楚了，这烟术是从西域胡人那传来的，而且为了表演效果奇异，会加入致幻药助兴。还真让你小子给说中了。不过这西域的节目，楚小姐怎么会？是从一个叫胡延仙人的杂耍艺人那儿学来的。哦，楚小姐的烟块也是胡延仙人所制。找一个懂药性的郎中，查一下这烟块的成分。是。其他口供都录全了吗？都差不多了。蓝大人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话不要说得太满。楚琪儿的死状异常，绝非普通毒物所致。究竟是什么毒，这么凶狠？楚琪儿的妆脸，这应该是头饰。这是，这又是什么？若真是毒物致死，凶手也不至于把证物留在现场，坐等着被发现。张平，这楚启儿的花店不对啊！楚启儿额上的花点明明是牡丹，但这梳妆台上的却是芍药。难道凶手是在花店上下的毒？事发之后，怕留下线索，又将有毒的花店换走了？确实不同。都处理了。行事务必要小心。刚才张平险些发现你在暗区，被我使计办住了。哦，多亏大人，属下大意了。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？那表演过程中，结果如何？刑部的人验过了，花店无毒，无妨。我们可以再寻其他线索。谢过蓝大人，但是我还是想自己查。请便。
官家小姐的妆帘都一一检查了，凶犯到底怎么下的毒？暗渠，刚才的光是从这儿发出来的，有新土，难道井盖刚刚被人打开过？胭脂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大人，郎中已经查验过了，楚小姐的烟块中含有曼陀罗花粉，大大超出了普通剂量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应致死。现场的其他人都安然无恙。郎中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难道他们给楚乞儿还加了其他药物？对，你倒提醒我了，曼陀罗和其他药物共同作用，毒性会成倍增加。王大人，有新发现。这些胭脂是我在梳妆台旁的暗渠孔中发现的。3楼的胭脂上面有一个明显的圆形印记，应是原来的胭脂盒，后来被人收走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刚才我问那些官家小姐，都说没人掉过胭脂盒。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说明他们当中有人撒谎。如果只是掉了个普通的胭脂盒，大方承认便是，何必遮遮掩掩呢？这胭脂一定有问题，极可能和凶案相关。有道理。你不是跟本官打赌谁先破案吗？你告诉本官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只想尽快知道真相。既然你告诉本官这么多，公平起见，本官也不藏私。刚才郎中已经检验过，烟块中的曼陀罗大大超过了致幻剂量，胡烟仙人的嫌疑最大。那这胭脂怎么解释啊？说不定掉烟只是更早之前的事，现场众人确实不知。但是我刚刚检查花店的时候，分明看到暗渠口中有火光一闪而过。暗渠口下有火光，还有谁看到了？眼花了吧？收队！收队！把他们全部带回刑部。快走！走！大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只拿走了胭脂盒，没留意暗渠里还撒了些胭脂，更没想到火折子发出的光，竟被张平瞧见了。此事你被我搪塞过去，莫文一直在深究。你速去查后，不要让张平再查到更多胭脂的线索。站长，有毒！啊，对了，你跟王大人打赌出来那事儿，我都听说了。
那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怀疑，这胭脂跟命案有关。没赌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京城各大赌场都为你俩开注了，王大人赢10赔1，你赢1赔10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为你压了80个铜板，你不会让我赔本吧？不好说。陈超，我尽力。哟，张平，王大人还查胭脂呢。我打算再去废花阁看看。别折腾了，案子本官已经破了，凶手就是胡言仙人。证据呢？舒淇儿死时脖子上坠满了这种铃铛，猜怎么着？里面塞满了羊池除花，羊池除花本就有剧毒，与曼陀罗合用，可使人丧失知觉而亡。能使人瞬间致死吗？死后皮肤也是硬化皲裂吗？要不然你找人试试。反正这羊池除花毒死一头牛是没问题了。证据确凿，本官抓人去了。本官就知道赢的一定是我。大人英明，我就知道这个张平啊不是您的对手，是不是大伙儿？对，大人英明，吾辈开国。大人英明，我辈开国。张兄，你不是说去飞花阁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王大人已经查出真凶了。啊！曼陀罗5000，配羊蜘蛛3000，即可令人昏死颤抖。曼陀罗5000。羊蜘蛛3000。陈超，陈超，在这儿，陈超，陈超，陈超，帮个忙。张兄，我押出的那80个铜板，是我们下个月的租子。过不了几日，咱俩就得露宿街头了。或许还有转机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你要帮我个忙。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就在前面，快！快！张兄，这个东西真的能把咱们的这租子弄回来吗？有可能。好。叔兄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跟张兄下个月还有房子住。楚且是在跳舞的时候，一瞬间僵硬而死，而老鼠从中毒到毒发大约要1刻，而且楚且是浑身僵硬而死，老鼠是抽搐而死，两者死状截然不同。所以呢？所以，王大人搞错了，又或者想对楚且下毒的不止胡言仙人。张兄，1赔10啊！咱们这800个铜板有希望了。
轻敌了，中了这妖人的毒针，可不，差点是在他手里了。松开我！还想阻止我咽气？杀人了不知悔改，还拿这玩意儿毒老子，活腻歪了！楚仙儿为了逼我教他我的独门阴术，他害死我女儿，这种人就该死！我杀了他怎样？只恨我没有把他千刀万剐！加进去！松开我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松开我！等一下！王大人，张平，我家大人刚抓完犯人中了毒，能不能让我家大人休息一会儿？佩芝，甘草汁，可解曼陀罗花之毒。谢谢。佩芝，还劳烦你跑一趟。你我之间说这些，便是见外了。听说胡言仙人认罪了，那是自然。那，你与张平的探案竞赛，果然是你赢了。张平，什么时候来我刑部报道呀？如果不喜欢黑雕这个名字，自己挑一个。王大人，其实我想说，大人不仅断案如神，还如此高风亮节，实属我辈楷模。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；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。本官最不爱听这些阿谀奉承之词。王大人，胡言仙人是下了毒，但真正害死楚启儿的另有其人。张平，你这样就有点过于胡搅蛮缠了吧？胡言仙人已经认罪，这么简单的一桩毒杀案，到底还有多少凶手？或许胡言仙人也以为自己毒死了楚启儿，但是我在家中做实验，发现老鼠服下曼陀罗和杨直树的确会死，但是死状、毒发时间与楚启儿完全不同，这说明毒死楚启儿的是另一种毒。人属毕竟不同，这死状有异也是自然。况且，这方剂之学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你用药不知剂量，不论配伍，这死状与毒发时间，当然也不一致。但再怎么说，死状也不会差异如此之大。还有，那个暗渠里的胭脂。张平，怎么还扯胭脂呢？不是没有关联吗？但是张平，你还有别的论据吗？如果没有，胡言仙人也认了罪。我作为见证人，公道的说一句，这竞赛是你输了。难道堂堂一个读书人都没有认输的气量？不是你这莫文，依我看，案子可以结了。不行，疑点还没解开，不能草率结案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这小子，认个输有这么难吗？这不是输赢问题。若是王大人不查，我自己查。胭脂既没有毒，却偏偏那个时间出现在暗渠里，到底有何作用？我看到的火光又是怎么回事？胭脂没毒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哎，小张平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胭脂没毒，还能有什么作用呢？干嘛的呢？干嘛的呢？张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这几个时辰了，一碗面都没卖出去，你还能揉面揉得如此淡然自若，张兄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一碗都没卖出去？
你炒面的漏勺都没拿，能卖个鬼啊！哎，张兄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想开一点嘛。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我不是冲你，我是气自己没抓住凶手。可不是嘛！我本想接个写戏本的营生，把咱们租子都补回来，跑遍了京城大小的戏院，谁知道，不仅活没接成，还受到了一番嘲笑，说我写的戏本都太过胡闹，他们根本就不懂。大不了就露宿街头吧。啊？或者我多卖2碗面，多挣点钱回来。张兄，你知道你今天自己把面摊摆在哪儿了吗？这是咱们摆面摊的地儿吗？我最近想案子想得太入迷了。不过陈守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吃你面都吃那么久了，现在连做梦都是你的面味儿。别说在这个地方了，你就算摆到哪个犄角旮旯，我都能闻着面香找过来。闻香，暗渠四通八达，如地下迷宫，井盖一模一样，想要找到特定出口并不容易。那胭脂香味浓烈持久，难道是给凶手闻香变味用的？我得去趟胭脂铺。掌柜的，请问这胭脂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我家的。那您能帮我看看这胭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知道。没见过。这个你到底买不买？不知道。我都把京城的胭脂铺问遍了，为什么每家都告诉我不知道？这我哪知道呀？这个呢，不过是寻常的胭脂，京城每家胭脂铺都有，谁知道是哪家卖出去的？多谢。小公子，喝碗茶吧。多谢。请问，您是在做胭脂吗？对，我家常给京城的胭脂铺提供鲜花，我耳濡目染也学了点儿。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，这个胭脂是哪家的呀？看不出来。不过这胭脂有些特别。哪里特别？做胭脂时通常要加点明矾固色才久，但你看这胭脂，福之极去，定是没加明矾才会如此。那这种胭脂肯定不好用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女儿家皮肤娇嫩，这明矾又是刺激之物，有些人用了会皮肤红肿，所以很多胭脂店都会卖这种不加明矾的胭脂。很多？那这胭脂也很常见，也很好分辨吗？那是自然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更何况那些专门卖胭脂的。看来有人知道我在查胭脂，故意把胭脂铺的掌柜们都收买了。陈超，陈叔，怎么样？咱们租子还有希望吗？可能有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，你
不是京城包打听吗？你帮我查一下，参加比试的官家小姐中，谁的肌肤最敏感，不能用添加明粉的胭脂。啊，这个好说，我就让你瞧瞧我京城包打听的厉害。快点啊！热乎的馄饨，哎，教官来一碗吧，哪天都有。热乎的馄饨。张兄，打听着了，比试当日，官家小姐们请了个妆面铺子，派出10几位淑娘为他们梳妆。但我听老板娘说，只有玉珍小姐肌肤敏感，当日是自带的胭脂。玉珍小姐，对呀，就是礼部尚书的孙女儿，龚玉珍啊，她可厉害了，她精通各种乐器啊，筝笛、鼓箫、琵琶、琴瑟就没有她不会的。而且她长相甜美，是入画圣封笔制作的，不二人选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在比赛前天突然宣布退出，转而去给楚启儿做了伴奏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自从那日飞花阁比试之后，玉珍小姐就再也没回过家。礼部尚书的孙女，怎么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知道我在查胭脂的，除了刑部的人，只有蓝大人。一直有意无意引导王大人查胡延仙人的，是蓝大人。那天在飞花阁误导我的，也是蓝大人。张平，楚启儿的花店被调换过。蓝大人，他干嘛插回进来啊？难道蓝大人是为了包庇龚尚书的家眷？怎么是你呀？我还当着张平呢。中计了。如果蓝大人真的插手此事，那他一定知道玉珍小姐的行踪。我就盯着他，或许会有线索。龚小姐，